椒的香菜合作伙伴京东超市，逛逛逛京东超市，春节不打烊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下节更精彩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现在继续。傲娇的香菜独家冠名道道全，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傲娇的香菜合作伙伴京东超市，逛逛逛京东超市，春节不打烊。湘西境内大山连绵，路曲山奇，人们感慨湘西山民千百年来被困守大山的不易。但从美食的角度来说，他们可拥有着常人难以享用的天然食材。过去的湘西人生存维艰，不过他们一代又一代都在努力赢取自己的人生美味。鸡在山林里恣意挥发着野性，它在告诉主人自己不是一只菜鸟。但它毕竟只是一只鸡，不懂心理学，它没有意识到冲动的性格让自己看上去更有味道了。他又没说。老婆，哎，这只鸡抓到你慢炒起，打油了过个煮夜饭菜啊！啊好。紧致的肉质是常年健身的结果，必须趁鸡肉不注意，迅速收起刀落，才能保持它的整体性，达到最好的口感。茶油烧热就立即放入鸡肉，一场热烈芬芳的相遇就此开始。鸡皮预热，微微卷起，脆而不烂。铁锅内不断翻炒，待皮肉筋骨都渗透着茶油的香气，配上盐和辣椒，味道已经令人垂涎。然而山里鸡的倔强必须要用山泉水烹煮半小时，人类才啃得动它。那一刻，我们啃的不是鸡骨头，是大山的骨气。茶油炒土鸡源自武帝时期的名菜，始创于中华厨行，以及中华养生食疗的祖师彭祖。彭祖采南方原木以取油，《山海经》记载，原木南方有始也，即为山茶有子。捧山野之鸡而活800岁，是中华食谱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养生美食之一。每年寒露过后，采摘茶籽是萧长宝的主要任务。这个茶树是我们上4代叫老太太的手的搞的，估计在100年多一点了。茶籽树经过100年的生长，高达几米，光滑的干枝不给人丝毫借力的地方。萧长宝年近70，依然坚持上树采摘，除了不畏艰难外，更多的是抵抗不了这种油茶果的诱惑。我们这茶叶质量相当好，它是一天晒到黑，阳光好，红香好。油茶是中国特有的高级游客植物，仅生长于中国的湖南、江西、广西等几个南方省份，生命周期长达100年，根茎发达。在山林里，这种长寿而且性格沉稳的植物是德高望重的。它们可以占据阳光雨露最为丰盛的 C 位，因此成熟的果实自然也风味独具。生存还一般般，不是那么很好，那就是天气、气候这些有关吧，它自然的这种环境嘛。山林的馈赠太过于依赖上天的眷顾，与萧长宝生活在同一座大山的向倾城就并没有这种幸运。所以他决定主动出击。
当时那一年呢，让我办了癌症嘛，因为是一次意外爆炸了，手干双臂炸断了一个，其他的也现在农活就干不了，只能闲着演演的，才增加家庭的收入。向清城不缺战友，乌皮山羊就表示很愿意跟他一起研究美食。这种山羊的适应能力极强。湘西的大山绵延数千里，平均海拔超过800米，它们却可以在深山峭壁之间如履平地。山羊们喜欢在这些地方觅食，很有仪式感，因为这里藏着独属于它们的美食。因为在我们在山区啊，他那个攀岩走壁，他可是在阶梯上跑兜里看看他的那个上去起草，他起的百草、柴胡啊那些，我们在山上基本上都是那些药材之类的草。杨子期啊，它散的入啊，也比较就是对人体啊都是属于绿色食品，都很雅好，对人体的保健功能都感觉都好。冬季到来，百草逐渐枯萎，山羊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但向清城已经开始储备红薯藤，这是他为山羊们准备的冬季加餐。趁着早上的时光，向清城匆匆吃完早饭，他要赶在寒潮到来之前将红薯藤储备充足。我们在山里面什么都可以种，红薯啊、杨叶啊、苞谷啊、百合啊，我们在山里都种的有。红薯种了可以大块做红薯粑粑了。红薯藤那些，如果做起不完的，就拿去给羊子喂了。看起来冬天羊子过冬的时候，哎呀，草料把它补充下营养。红薯也将被制成一道特殊的美食。把红薯洗干净，在特制的工具上打磨成浆，滤掉渣，让它冷静3天。倒掉被红薯的糖分子染了色的浑水，剩下的就是雪白的红薯精华了。这时候用山泉水稀释，上锅烹炒，气氛一到位，红薯粉就会开始膨胀分裂，变得很温柔。这其实是对食材分子的熔断重组，最后变成糊状。再让它冷静一段时间，变成了湘西特有美食红薯粑粑的原配。这些随处可见的奇特美食，为湘西的短视频达人小虎提供了足够的素材。咦，那不是湘西网红小虎吗？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个古老的宅子，是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的后人所修建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座铁索桥上面，锁满了各种形状的锁。他每天穿街走巷，为大家搜罗着湘西的各色美食与美景。今天，他来到了一座古老的榨油坊。这是一座全国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人工榨油坊之一，也是萧家寨味道记忆的源头。萧家几代人都曾在此祭拜大山，毕竟出来吃总是要还的，山里的规矩和传统也是要必须遵守的。这个油坊有300年的历史了。以前这个油坊是在我们爷爷他们手里就有了。榨油需要掌握茶籽的脾气。第一步要干蒸，
因为温度一上来，可以激活茶籽的油性成分，内部细胞开始松弛，丧失了警惕的茶籽可以被石磨碾压的彻底改变形态，乖乖的把茶多酚、山茶带贡献出来。这是油茶最独特的营养成分。为了让它毫无保留，碾压后的茶籽粉还得上一次蒸锅。当热气逼得他们满脑是油的时候，就到榨油准备工作的最后一步了。将茶籽粉挤压装模成饼，放入100年老式榨油机。茶油获取的每一步都要跟它斗智斗勇。不过回报也是丰厚的。茶油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橄榄油还要高出至少10%的珍贵食用油，维生素 E 的含量甚至高出了1倍之多。加上茶多酚、山茶带这类特有营养源，茶油显然值得花上一些大力气。一般我们这边做菜的话，就是说炒肉类的、炒荤菜的话，都用这种茶籽油。榨油这件辛苦活，肖长宝每年都需要乡邻的帮助。肖大嫂用新制的茶油做上了一桌美食，以犒劳朋友们。茶油炸鱼，茶油里的茶多酚、山茶带这类活性抗氧化成分就开始展现它们的才能。鱼在油锅里即使炸至焦黄，内部依然保持着鲜嫩。经过了30分钟的烹煮，土鸡终于放下自尊，向滚烫的生活妥协，入味儿了。撒上一点胡椒提鲜，这道1000年历史名菜茶油炒土鸡就大功告成。也够辛苦了，都多吃菜啊都。一桌好菜是山里人能拿得出的最真诚的心意表达。当然，这些食材都源于大山的锻造。向倾城的羊很懂事，他们食百草以养肉，攀岩壁以韧筋骨，懂得以优质食材的标准要求自己。这个平常去现在就是当矿泉水的，吃好爽的。野果子，吃野果来。乌皮山羊不需要主人贴身照顾，向倾城乐得自在，独自赶回羊圈准备其他工作，却遇到了一件令他不知所措的事情。戴斌文这位来自城市的扶贫书记，2年来为向倾城的羊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。现在戴斌文即将就要回到城里，却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美味的羊肉。对此，向倾城内心有些过意不去。小王回来了，杨子得挂他了，我牵只杨子回来，在这地方人家扶贫结束了，要回家了，我明天等到我到我家吃顿饭。辛苦了嘛，应该的嘛。猛火将羊皮烤至焦黄，山羊独特的肉香开始被催发。摘几片家门口的柚子叶，准备几粒绿豆和一些关键配料后，将羊焯水。过冷水洗净，就要开始下锅了。
在热锅冷油的催动下，白酒爆火提香。羊肉滋滋地开始呼唤他的合作伙伴。几粒绿豆使山羊温补还不上火，柚子叶是去膻的最好香料，这是湘西人烹制山羊的秘方。加上山泉水，催动着羊肉与配料的味道分子发生强烈的中和反应，一锅沸腾的羊肉代表着向倾城的朴素诚意。早已准备好的红薯粑粑原胚切块入锅，这一刻才是它美味绽放的时候。源自大山的食材有着自然的鲜香，不需要高超的技艺，也足以展现它们味道的奇特魅力。中国农民总是有这样可爱的朴素真诚，他们在表达善意、热情和感激的时候，往往都会用自家的美食作为首选。软糯鲜香的羊肉让戴斌文感到十分惊艳。你这个羊啊，养了多久了？这个样子就1年多了，是这样最好吃的这个样子。太会心了，这个啊，同花仔的也行。这些看似寻常的食物，在大山的锻造下变得稀有且珍贵。小虎靠着这些大山的食材，每开一场直播就能成交上百单，这坚定了他走下去的决心。我觉得今天活动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谢谢侬啊，谢谢侬过来接你们。好。我父母对我是支持的，从小到大都很支持我，无论做什么。那比如说我妈，她就经常刷到我，给我留言，尤其是有的时候居然跑来我直播间，搞得我好尴尬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粉丝互动了。可能是每个人在亲情上面的表达方式不一样，知子莫如母，知子莫如父。菌油汤面是小虎在外的精神支撑，它的关键就是这朵乌葱菌。乌葱菌仅能生长在马尾松附近，它稀有而且骄傲，坚持野生，至今也不能被人工种植。每年只有重阳前后，雨水恰好下够，气温又连续1周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，才会在湘西大山深处冒出头来。不是的，你那个黄色的虫菌没有这种好，这不是黄色，光线问题，这是乌虫菌。那这个漂亮，像这种肥肥壮壮的，比较饱满的。小田猫挺会吃的，
知道土鸡配虫菌，哎呀，今天晚上土鸡配虫菌没有，但是我让我妈买了五花肉炒虫菌。天都黑了，待会儿会出来野猪的，我得赶紧回家炒虫菌呀，吃晚饭去了。乌葱菌洗净后，肥硕的表面会有明显一层青苔般的淡绿色，这是它最有魅力的时候。我妈做的一般都是用五花肉去炒那个虫菌，这也是我从小第一次对虫菌的记忆。用具洗好了没？洗好了。洗好了，拿进来，我要炒。哦。这个世上很少有食材能够拯救五花肉的油腻，而乌葱菌仅凭自己的鲜味儿，就能让五花肉找回小鲜肉的感觉。对于五花肉炒乌葱菌这道特殊时令才有的美味，当地特有的酱果辣子是品尝五花肉炒乌葱菌的绝美搭档。它酸辣爽口，能一下把人的味蕾打开，让人能尽情品尝乌葱菌的鲜美。毕竟，无论对于谁，乌葱菌都不是能随意尝到的寻常之物。那个味道是我最难忘的，香、鲜、爽口。我们的山区嘛，就是野生的，9月的时候才有，1年只有1次，仅仅只是1次。饭后，小虎的妈妈开始准备炸菌油。炸菌油是保存乌葱菌鲜味和营养的唯一办法。冷油下锅，乌葱菌随着油温的升高，开始慢慢地释放水分和它的营养与味道分子。经过激烈的抗议，半小时后，油汤重新恢复清澈，代表着乌葱菌的营养与鲜味已经尽数被榨取。入盆置入冷水冷却后，菌油制作完成。炒腊肉的时候，给里面放一点，下面条也好吃。反正就是说，什么菜放一点都好吃，很香的。今天做这个菌油嘛，就是为了他更好的工作嘛，是吧？明天又要出去工作了嘛，让他常常想起妈妈的味道，是不是？想起我们家乡这些特色的菜，努力的去工作。菌油需要长时间熬制，油酸越高，营养更好，摄入才更均衡。油酸高更健康，道全高油酸菜籽油，油酸更高，营养更好。小虎一直在路上，追求他自己的人生味道。虽然生活常常差强人意，但小虎他还有妈妈做的乌葱菌和老铁们的666。我希望通过我自身，把湘西的美的风景、湘西的美食，都传递给外界的朋友。所以说今年雨水太多了，好多都没有成功，有的在种2-3次都吃的蔬菜都不够，我卖点一些的，但现在也不行了。进到土里的它都自然作死了。肖长宝一生都在山中，但他并不受限于自然条件的不顺，勤劳坚韧，耕作一生，他的奋斗自有他的动力和初衷。孩子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摔了跟头，胸椎12骨折打断了，现在下身不能动，所以2个孙子还在上学，我尽可能的多挣一点收入，就供应孙子上学吧。能读得起书啊，尽可能的让他们读大学。
要准备带些老婆婆了外头啊，没有2个店家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首先就看看天安门吧。向清城的绝壁美味已然成为外地人追捧的美食，今天又将迎来远方的客人。一大早，向大嫂就赶往山下的集镇，趁着今天赶集，储备一些简单的食材。客人们早早来到向清城开在深山里的小客栈，急着体验山里人的生活。向大嫂准备着丰盛的美食。吃饭空隙，向清城迫不及待地向客人们介绍着他大山里的伙伴。养的羊子就是本地的乌皮山羊，但是切的炒来基本上都是药材之类的，也像对人的有保健功能，又或者美容养颜了。小长宝的勤勉，小虎的努力，向清城的坚韧，无一不是湘西人的写照。大山带来考验，同时也给予人锻造。勤勉而保有热情，坚韧中充满乐观，努力是因为有自信。在他们这些人的餐桌之上，固然是大山的味道，其中的每一道菜，又何尝不是生活的滋味？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提醒您下期看点。独属于湘西人的味道记忆，将会成为新年餐桌上最美味的等待。